人死后究竟是就此消散，还是化为灵体存续？这个答案众说纷纭的问题，在1993年马来西亚一起血腥恐怖的女巫杀人事件后，再次成为热议焦点。案件中，女巫为修炼至高黑巫术，残杀包括拿督马兹兰在内的数十人，并吞食脏器。而在其被处决后，一系列诡异现象更让事件蒙上神秘面纱。案发地灵体传闻，办案警察的诡异遭遇，取景节目组的设备失灵，让这起惨案超越普通刑事案件，成为笼罩在马来西亚民众心头的阴影。1993年7月10日，马来西亚警方接到紧急报案，49岁的彭亨州议员拿督马兹兰伊德里斯已失踪1周。马兹兰身兼政界要职与商人身份，向来责任心极强，即便当地对州议员出席活动要求宽松，他也从未缺席政党活动，如此长时间失联实属罕见。警方初步调查发现，马兹兰为人和善，在政商两界口碑良好，无任何结仇记录，遂排除熟人作案与报复杀人可能，推测其遭遇绑架，等待绑匪勒索电话。然而马兹兰家属的反馈推翻了这一判断。家属告知警方，马兹兰的实际失踪日期应为7月2日。失踪前他曾分多次从不同银行取出总计31.5万令吉现金，行为反常。这一细节引起警方警觉，调查方向随即转向马兹兰失踪前的行踪。通过走访其亲友同僚，警方锁定关键线索，马兹兰近期与当地一对巫医夫妇莫纳芬迪与阿凡迪拉曼交往密切，且失踪前一天曾专程与二人会面。警方即刻赶往这对巫医位于彭亨州乌鲁朗区的住所，刚踏入屋内便闻到混杂着臭味的浓烈血腥味，越往深处走，气味越刺鼻，还伴随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嗡嗡声。循声望去，屋内竟聚集着成千上万只苍蝇，遍布各个角落，场面令人不寒而栗。搜查过程中，警方未发现马兹兰遗体，仅找到其部分证件，以及一名因吸食违禁品意识模糊的年轻人——巫医夫妇的养子朱莱米·侯赛因。这间屋子布置简陋，除必要家具外，墙上悬挂着莫娜的巨大画像，墙边立着1人多高的架子，摆满尸油、布偶、长针等巫术仪式工具，氛围诡异至极。警方试图从朱莱米口中获取线索，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，他始终缄口不言。加之住所位于村落，无监控覆盖，莫娜与阿凡迪的行踪成谜，案件陷入僵局。就在警方准备登报通缉2人时，关键情报出现，有人目睹莫娜与阿凡迪在吉隆坡挥霍无度，他们用现金全款购置奔驰房车，莫娜添置大量金银珠宝，还花费重金进行整形手术。警方迅速出击，在吉隆坡一间豪宅中将2人抓获。押解回彭亨州后，莫娜的供述揭开了马兹兰失踪案的真相，也暴露了他血腥残酷的犯罪之路。莫娜原名诺玛芝娜·伊斯曼，相传拥有马来西亚贵族血统，1956年出生。1987年，31岁的他以歌曲《苦耐看》出道成为歌手，凭借艳丽外形与不俗唱功获得初期关注，但后续事业发展平平。在歌坛失意的同时，他的感情生活也屡屡受挫，3次离婚后独自抚养5名子女。人生低谷期，莫娜结识第4任丈夫阿凡迪，表面经营武馆的他，实则是修行多年的黑巫师。马来西亚巫术盛行，分为治病祈福的白巫术与害人报复的黑巫术。在阿凡迪的引导下，莫娜开始修炼黑巫术，不久后便宣称自己被伏都神度化，化身伏都医师，并说服丈夫与养子朱莱米在彭亨州首府关丹开设巫医馆，以传统治疗为幌子，用巫术治病并售卖秘制丹药。尽管这些把戏在如今看来荒诞不经，但在当时的马来西亚却颇具市场。凭借前歌手身份的噱头，莫娜的巫医馆吸引了大量慕名者。他声称自己拥有印尼前总统苏卡诺的拐杖与帽子，配合黑魔法可助人改变命运，还注册了个人品牌，将秘制丹药售价从数百令吉炒至1万令吉的天价。通过这番炒作，莫娜摇身一变成为备受尊敬的名人，财富滚滚而来，为自己、丈夫及养子购置豪宅、名车与奢侈品，过上了歌手时期不敢想象的奢靡生活。1992年11月，彭亨州克都达南区州议员、巫统成员马兹兰因权力斗争失利，慕名求助于莫娜，希望借助巫术东山再起。尽管接受过美国高等教育，马兹兰却对莫娜深信不疑。莫娜谎称可找到护身符、送古帽与神奇拐杖3件宝物，助其改运。马兹兰当即承诺，事成后支付31万，另给予9份地契作为报酬。1993年7月2日，莫娜派人传话给马兹兰，称宝物已集齐，可即刻施法，但仪式需严格保密，否则法术失灵。马兹兰告知妻子外出后，跟随莫娜夫妇前往郊外施法地。抵达后，莫娜夫妇以施法为由，挖深坑并撒满花瓣，让马兹兰躺入其中。
沉浸在升官发财美梦中的马自兰放松警惕，按照指示收敛心神冥想，等待神迹降临，却不知即将迎来灭顶之灾。待马自兰躺稳后，莫娜与阿凡迪拿出斧头，3次猛砍其颈部，直至其死亡。随后躲在暗处的朱莱米手持8冷刀现身，3人合力将马自兰遗体分解为18块，掩埋在住所周围。处理完现场后，朱莱米留守家中，莫纳夫妇驾驶马自兰的车，携带其现金与地契前往吉隆坡，在7月3日至20日期间疯狂消费19万令吉，购置车辆、手机、家具、电器等，并委托律师办理地契转名手续。根据莫娜的供述，警方前往掩埋地点进行指认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除马自兰的18块遗体碎块外，现场还挖出了更多受害者遗骸。面对部分脏器缺失的遗体，莫娜面色平静地承认自己吞食脏器是为了增强黑巫术法力。警方还在坑中找到作案工具、斧头、8冷刀以及布偶、长针、尸油、神像等巫术祭品，另有马自兰的点38左轮手枪与4枚子弹。结合马来西亚当地巫师需取9人性命，方可将黑巫术炼至最高境界的恐怖传说，警方判断莫娜作案绝非仅此一例。在其带领下，7月30日，警方又在郊区2处地点挖掘出3具遗体，分别是来自巴达林市的一对夫妇与他们5个月大的婴儿。8月6日，另一埋尸点挖出人体组织、神像与尸油等物品。警方推测死者与1991年当地渔村发现的无头尸为同一人。此外，警方还怀疑当地6起女性失踪案与莫娜夫妇有关。据莫娜供认，数年间她共杀害约30人，但因仅找到9具遗体，警方最终以杀害9人的罪名对其提起公诉。案件庭审过程异常曲折，莫娜每次出庭前都要求监狱提供名牌服饰并允许化妆，否则便拒不配合。面对记者镜头，她时常大笑并做出夸张姿态，尽显傲慢。庭审中，他突然宣称自己拥有皇室血统，不应被随意处置，该说法很快被马来西亚王室辟谣。此外，他还在庭审中途无端唱歌，用闽南语咒骂证人，与阿凡迪、朱莱米一同否认谋杀指控，辩称所作所为是遵循神的指示，是对马自兰违反施法禁忌的惩罚。尽管3人百般狡辩，但证据确凿。1995年1月5日，法官依据马来西亚法律判处3人绞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马来西亚陪审团判决的最后一起案件，此后该制度正式取消。3人对判决不服，多次上诉均被驳回，而民间关于他们的诡异传说却从未停歇。有人声称在大街上或咖啡店见到被关押的莫娜夫妇，传言他们凭借法术穿墙越狱，打开牢房大门。2001年11月2日，45岁的莫娜、44岁的阿凡迪与31岁的朱莱米被送上绞刑台，并未出现传闻中的逃脱戏码。但临行前，莫娜环顾四周，诡异大笑，并高喊：“我是永远不会死的。”这句遗言为案件埋下新的诡异伏笔。3人被处决后，相关灵异传闻愈演愈烈。有办案警员称，夜间独处时频繁感觉后颈有人吹气，曾关押3人的拘留所，每到夜间便传出呻吟声与说话声。还有人声称，在马自兰遇害地及莫娜夫妇住所周围看到3人的灵体游荡。当地一档灵异节目曾前往案发地取景，刚抵达便遭遇设备故障，收音装置仅能传出吱吱杂音，完全无法收录人员对话。此外，案件还引发诸多质疑，案发恰逢巫统党内选举前夕，马自兰的死是否真如警方定性的巫术杀人，而非政治谋杀？由于时间久远，真相已无从考证。2007年7月，马来西亚本土导演将莫娜的事迹改编为恐怖电影《杜坤》，马来语译为巫医，耗资近280万令吉，拍摄时长105分钟。影片取景地包括曾关押3人的监狱，后改造为警察局，但因题材血腥恐怖，当时未获影院上映许可，直至2018年才正式获批公映，让观众得以从荧幕中窥见这起滔天罪行的冰山一角。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震惊马来西亚的血腥谋杀案，更因涉及黑巫术、灵异传说与政治疑云，成为跨越数十年的争议焦点，至今仍在不断引发人们对人性、迷信与超自然现象的思考。